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和未婚夫订婚的第3天，被他搞大了肚子的女人挑衅般地出现在我面前。在我提出退婚的当晚，未婚夫的亲哥哥凑上了我的床。他们都以为我是娇憨软弱的菟丝花，只有攀附着他们才能过活。所以未婚夫顾成远伪善地劝我回头。你明知我哥从小就厌恶你，这个家里只有我是真心爱你念你。未婚夫的哥哥顾成泽对我威逼利诱。楚宁想让你妈安安稳稳地继续待在顾家，就只有巴结我这一条道可走。可他们都不知道，我从来都当不成那懦弱的菟丝花。我是冬日盛放的红山茶，宁可整朵折离枝头，也不再枝头残败。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我的未婚夫顾成远是个医生，在订婚的第3天，我心血来潮地做了便当，想着中午给他送去。到了科室门口，却看到一个怀孕约有5、6月份的女人正坐在他面前，哭得梨花带雨。顾成远看着格外烦躁，一遍遍地扯落女人拉着他衣角的手。我不管，如果你不认他，我就去医院门口闹，到时候你也别想好过。女人看着娇媚温吞的模样，声嘶力竭起来，竟也是如此丑陋的嘴脸。怎么了，成远？女人见到我的到来，仿佛溺水之人抓到最后的浮萍。你男人出轨了，搞大了我的肚子，就想甩了我。我看着女人状似疯魔的模样，不再理会，只接过她对到我面前的手机。照片中顾成远和女人赤裸地靠在一起，顾成远还在闭眼酣睡，女人调皮地在他脸颊亲吻，用手机记录下了这幸福的一幕。媳妇，我真的不知道。顾成远，你自己处理好这些破烂事，别让我恶心你。第2天，我就坦然向顾父提出了退婚。不待我将话说完，我妈当时就把我推搡到了一边。你是不是疯了？你还想不想让我在顾家再待下去了？楚宁，你是想要了我的命吗？我妈年轻时是我们那有名的美人，碰巧遇到了帅气年轻的我爸，2人在一起不到半年，便干柴烈火奉子成婚。结果随着我越长越大，我爸骨子里肮脏的本性再难掩藏，他开始不再上班，终日在家里酗酒，甚至开始赌博。最后甚至只要我妈再拿不出钱供他挥霍，就开始对他拳打脚踢。后来我妈不知道在哪里勾搭上了顾父，将我接进了顾家地下室的保姆房。她白日里是顾家的全职保姆，晚上却和顾父睡在一张床上。如今跟了顾父将近10年，知道自己年老色衰，不再有傲人的资本。见顾成远同我关系愈发亲密，我妈倒乐得自在地将女儿卖给顾家，以求得自己的稳定地位。你还没和顾成远睡过吧，宁宁？只要你俩有了孩子，所以你想让我再重蹈你年轻的覆辙吗？可我不知道，我妈早就下定了决心。傍晚，她趁我不备，在牛奶里加了东西，不出半晌，我便昏死在床上，意识模模糊糊，使我感受一阵温暖袭来，忍不住舒服的嘤咛一声。出生的一瞬，我就被异常的举动惊得清醒过来，眼见着顾成泽撕开我薄薄的睡裙，盯着我的脊背发愣，又状似虔诚般摩挲着我后腰处烟疤的位置。你不嫌脏吗？顾成泽。顾成泽是顾成远的亲哥哥，只比他大2岁，但却比他早熟得多。与从小就乐意与我亲近，甚至后期走到了谈婚论嫁地步的顾成远不同，顾成泽他厌恨极了我。在我妈初入顾家时，顾成泽就清楚地知道
这个女人就是导致他母亲在病榻含恨而终的罪魁祸首。年少的顾承泽作为长子，从小就被严加管束，他无法忤逆父亲的想法，赶走我妈，就只得在我身上下手。所以，纵使祸不在我，可为其承担后果的必定有我。我记得他在我的鞋里塞满虫子尸体，我记得他故意告诉我错误的时间地点，害得刚上初中的我只得在黑暗中独自步行回家，甚至叫人将顾家老宅通往2楼的楼梯都改为左右两侧，右侧供他们使用，左侧则是给我和我妈这种下人休憩的。一次，顾承泽故意打翻我妈递给他的热汤，顷刻间汤全部泼洒在了我妈的手上，破碎的碗片飞起，又划伤了他的手心。我瞬间如炸了毛的狮子般将高我1头多的他撞翻在地，抄起手边的中性笔，将笔尖对准顾承泽的眼睛。信不信我杀了你？自此，我俩的关系愈发紧张。倒是文质彬彬的顾承远看不惯他哥时时难为我的行为，主动地同我示好，照顾我，甚至不惜与他哥争吵。顾承泽听到我嘲弄的语气，如触电般猛地将手收回。楚宁，你在立什么牌坊？我揽起衣物，挣扎着想要逃离他的桎梏。你发信息找程远来干什么？他都有了自己的孩子，你还在痴缠着什么？顾承泽这些年来一直在国外，为什么今天突然出现？甚至直到我白天才知道的事情，我不待我具体细想其中的缘由，伴随我激烈的动作，身体里腾起一阵接一阵莫名的燥热感，又让我愣在原地。顾承泽鄙夷地看着我兀自挣扎的蠢样子，楚宁，你果然和你妈一样贱。我不知怎地，忽然有了力量，一巴掌扇在他的脸上。顾承泽被我激怒，一手掐住了我的脖子，随着他手里力量的逐渐收紧，我剧烈挣扎着，因巨大的窒息感和身体难耐感的折磨，我控制不住地流出生理性的泪水。不知为何，顾承泽好像被我眼泪灼烧般收回了手，开始报复般在我身上啃咬起来。我胡乱挣扎着，对他拳打脚踢，各种肮脏污秽的诅咒话语脱口而出。顾承泽，你杀了我吧！在他撕开我最后的遮拦，即将进入前，我终于放弃了挣扎。别呀，楚宁，我怎么早没发现？原来折磨你是这么简单的事。一阵钻心的疼传来，我早早紧绷超负荷的神经终于被人掐断似的，一霎时我就昏死过去。我醒来时，看着顾承泽还在睡着的侧脸，一时竟有些恍惚。二少爷，早啊！梅姨，我都说了多少遍了，叫我程远就好。哎，程远，我这正忙着，帮我去把那死丫头叫起来吧。都什么点了，她还不起床？我听着脚步声由远及近，急忙起身穿好衣服，推开门，正好遇到刚走到门口准备敲门的顾承远。宁宁，梅姨喊你起床呢。哥，你怎么？我知道顾承泽肯定是故意的。他在顾承远向屋里张望时，堪堪直起上身，依靠在我的床上，露出痕迹斑驳的上半身，让这里发生的暧昧不堪的一切全部展现在顾承远眼中。今天早餐饭桌上的气压异常低沉，顾父气愤于顾承泽不管不顾地抛下国外的没打理好的烂摊子，突然回国。顾承远则因为在我房间看到的一幕，久久不能回神。好在他对我尚有一丝情分，没有将事情捅出去，给我将保留了一丝体面。只有我妈乐得当顾家全日制的仆人，在一旁忙前忙后。老顾，你说这宁宁一连找了好几家公司都没有回信，可真让人发愁。顾父正在气头上，自然不会搭理我妈。梅姨，
叫楚宁来我公司吧，现在刚是起步阶段，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妈忽地抬头，不可置信地看向顾承泽。她既不敢相信这样的邀请是出自顾承泽之口，更不敢相信近10年来基本没什么好脸色的他，第一次主动对自己开口说话。那我替宁宁谢谢大少爷了。我妈连连朝顾承泽点头堆笑，身侧的手一阵推搡着我，示意我说话。国外那边你就打算这样撂挑子扔给别人了？顾府的声音响起，颇有些不怒自威的意思。爸，您从我大学毕业就把我流放到国外还不够啊，我也该回国拾掇我自己的公司了。再晚些，我怕我这副身子骨就折腾不动了。而且程远这一转眼都订婚了，我也得回来好好谋划一下我的终身大事啊。顾承泽话毕，带着戏谑的视线在我和顾程远身上徘徊打量了好久，最后定定地落在我身上。走吧，楚宁，带你去我公司转转，没问题的话就把入职手续签了。坐在车上，我只静静地看向窗外。楚宁，你这一觉换来了上市公司的岗位，真是睡得不亏呀。不过你和程远这订婚应该要取消了吧？毕竟他都亲眼见到你被他割完了。顾承泽玩味地笑了几声，似乎这是他和我对局大获全胜的标志。但你可千万别想着在我这母凭子贵，为了混个名分或者借此找机会要挟。你这种人要放在平常，我看都不会看一眼。停车！我没有理会他在那兀自发疯般的言论，只淡淡道：“我叫你停车，顾承泽。”我生怕车子开了过去，急忙对顾承泽喊道。顾承泽似乎也被我反常的举动惊到，忽地将车停在原地。我打开车门，跑向路边的一家药店，毫无羞涩地对店员说：“麻烦给我拿一盒24小时避孕药。”店员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女孩，见我一脸漠然心如死灰的模样，和跟我后面进来绅士打扮的顾承泽，好像瞬间了然了什么，临走还不忘用眼神多剜了顾承泽几眼。不等顾承泽给我拿水的功夫，我就已经扣出药片，硬生生咽了下去。吞的速度太快，导致药片卡在了喉咙间。当时药片的苦涩在我嘴里弥漫，我在一旁咳嗽得涕泗横飞，又喝了好几口水，才把一小片药完完整整地咽下去。顾承泽此时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你听好了，顾承泽，我永远不屑于做母凭子贵的荒唐事，就算真的凭，这辈子也永远不可能凭你的子贵。顾承泽给我安排的位置很奇怪，我的桌子在他办公室的斜前方，所以在我坐在办公桌前，顾承泽都能透过他办公室玻璃墙的腰线处将我的所作所为一览无余。起初我以为他是怕我借着工作的缘由暗戳戳地做手脚，所以时刻监视着我在电脑上的一举一动。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在打量我后腰的烟疤。顾承泽在下班前给了我一个包装精美的礼服盒，见我疑惑的表情，挑眉示意我打开看看。我一打开，眉头便蹙了起来。那是一件布料单薄到可怜的礼服，交错的几根衣带堪堪遮住身上的重点部位。这是什么意思？晚上有个酒局，你换上之后陪我去。顾承泽看到我霎时变了的脸色，愉悦地笑了出声。你以为我是什么顾承泽？我凭什么听你的？你以为就凭那咱2件破事，你就能处处拿捏我吗？我冷冷地看着他，可我内心知道，这不过是我外强中干的伪装。我比谁都害怕事情被别人知晓。顾承泽双手支着我的办公桌，慢慢向我附身靠过来，颇像一条吐着信子的蛇。好啊，
楚宁，我们来打个赌吧，我赌你1周之内一定会来求我，但是到时候事情就不会是这么简单了。接到医院的电话时，我正在回家的路上。楚小姐吗？您母亲割腕自杀，被送进了医院，现在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但是目前医院还有治疗费用，您看什么时候能来缴费呢？好的，我马上到。我风风火火地冲进病房时，看到我妈躺在病床上憔悴的模样。一霎时，我满心的怒火烟消云散。妈，咱不闹了好吗？宁宁，你顾叔叔不要我了，他竟然把那些贱人领到家里来，咱也不要他了。你还有我呢，妈，我现在能养活你。妈知道你最疼妈了，你帮帮我好不好？妈真的不能离开你顾叔叔，你让我怎么帮你啊？妈，我现在还有什么？二少爷他没本事，你就去求大少爷。对，大少爷一定有办法，你让我怎么求啊？妈，像你一样将我要晕了扔到床上让人家睡吗？我做不到。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模糊的视线中，我妈的面孔是那样的陌生丑陋。你给我滚，楚宁！我这些年都是为了谁呀？没有我，你早让你那个爹给打死了。你不答应我，那我还是去死吧。我妈说罢，就拔下手上的针头，做事要往脖梗上刺。我答应你，我知道从闹自杀进医院开始，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逼迫我的手段。尽管我心知肚明，但我也不敢真的拿我妈的命去赌。但是你记好了，这是最后一次，这次之后我就再不欠你什么了。我通过顾承泽的助理打听到了他私人别墅的位置。顾承泽似乎早早就猜到我的到来，甚至派他的助理亲自在门口将我领到他2楼的书房。我输了顾承泽，代价随你处置。顾承泽慢慢从落地窗前转过身来，玻璃的位置正对着别墅大门。显然，我在别墅外自我斗争、兀自挣扎的模样被他一览无余。楚宁，你知道我从小最讨厌你什么吗？你明明什么都没有，明明屈居人下，你还时时刻刻摆出一副孤傲清高的死样子。你凭什么呀，楚宁？我不想触了顾承泽的眉头，沉默着一点点褪下我身上的衣服。总不过是男女间的那点事，既然踏进了他的大门，我也没什么好矫情的。你可想好了，这衣服脱下去了，再想穿上可就难了。我被顾承泽赤裸裸的视线灼得浑身发痛。过来，顾承泽坐在椅子上朝我招了招手，跪下。他解开了拉锁，将我的头往下按。我一把抓住了他身侧的把手，才堪堪抵过他的力度。你别太过分了，顾承泽，这就过分了。想想你妈妈呀，楚宁，她已经年近半百了，她的身体和精神还能受到几次刺激呀？我被迫长大了嘴，全然由着顾承泽的力道。末了，他又把我抱起，跨坐在他腿上，一边弄着，一边按在我后腰的烟疤上。这是怎么弄的？小时候我妈走了之后，我爸没有钱，也没有打骂的对象，就拿我出气，在我身上烫了2个烟疤。我后腰的疤一大一小2个印子斜着连在一起，如今已经过了这么久，还是微微发着暗红色。我曾无数次看着镜子里的疤痕哭，甚至想拿刀剜下那块皮肤。我厌恶这个痕迹，更厌恶那一段记忆。很好看，像蝴蝶，正好和这边上的一颗痣连在一起，看着像一只正在展翅的蝴蝶。顾承泽好心情地埋在我的脖梗，一只手不停地摩挲我的后腰。我静静地看着窗外随风摆动的枝桠，一瞬时思绪涌上心头。在我刚到顾家的时候，有人对我说过同样的话。前一天晚上，我爸打我打得格外的狠，所以在我妈第2天悄悄来接我的时候，都被我肿胀的脸颊吓了一跳，赶忙给我找了一个口罩戴上。
生怕因为我的丑样子被顾家嫌弃。到了顾家，我妈却叫我在别墅区外的马路上站着等她。我先去探探底，别到时候人家给咱娘俩一起撵出来。这的人都非富即贵，你要是碰到了，千万躲得远远的，别让人看到你的埋汰样子，犯膈应。所以，当我看到一个年轻男生向我投来视线时的第一反应便是躲避。跑什么呀？一个奄奄的声音从我背后响起。我看到男生捂着的小臂还在从指缝间流血，不禁有些发愣。我帮你叫人吧，这样会留疤。不用。男生淡淡的样子在我眼中倒有些可怕。余光感受到男生一直向我投来打量的目光，我故作无视地看着一旁的树，忽然发现身侧一棵将红未红的枫树上有一片鲜红的嫩枫叶。我想抬手就想把它摘下来，可是点了几次脚都没有摘到。我不禁有些失落地叹了口气。你后背的疤？我突然想起那个男生还在我身后，有些羞愤地拉了拉衣角，很好看，像个展翅的蝴蝶。男生抬手将我未摘下的嫩叶摘下来，递到我手上，便晃晃悠悠地离开。送你。那时我对这个人实在好奇，所以刻意留意了他拐进去的别墅大门。后来发现那就是顾家老宅，直到遇见了顾家两兄弟时，见到顾成远对我如此亲近，以为他认出了我就是那天在路上戴口罩的女孩。可如今一想，那样桀骜少言的人，不正是顾承泽吗？顾承泽，我好像知道怎样报复你了。年末，顾父将顾承泽叫了回家，强烈要求他去与从小同他定了娃娃亲的邻家小姐见一面。爸，不用见了，我相信你看人的眼光。顾承泽显然兴致不高，胡乱应付道：顾承泽，你给我严肃点，我们两家多年的交情，他家老爷子格外重视这件事，也一直对你十分有好感，这件事你不成也得成。顾承泽嗤笑一声，站起了身。我的意见也不重要，所以您老人家定好了时间告诉我一声就行。你。顾父看着顾承泽离开的背影，一时被气得语塞。我暗自有些后怕，顾承泽如今在家中的地位，竟直逼顾父。过年想要什么礼物？顾承泽懒懒地靠在床头，将我环在怀里，一下一下地捋着我的头发。包包、饰品、金银珠宝，我依偎在他肩头，漫不经心地答着。你现在倒是俗气。转眼已经跟在顾承泽身边大半年了，我俩从当时的针锋相对的敌人，演变成了耳鬓厮磨的情人。不知道顾承泽是不是对如今的角色扮演真的沉浸忘我。我每晚看着他熟睡的背影，都强忍着一刀插进他心脏的冲动。顾承泽倒是个诚实守信的人。隔天流水般的珠宝首饰便一股脑地给我送来。过年带着回家吧，让你妈看看我其实对你也不错。我倒也乐得自在，对着镜子一件件地试了起来。喜欢吗？当然，谁不喜欢钱啊？我看着镜子里的顾承泽，巧笑言希道：装的累吗？楚宁，宁宁。顾承远站在我卧室的门口犹豫道：我能进来和你说几句话吗？让我不禁有些恍惚。不到1年前的时间，我们间的距离竟如此遥远。老爷子因为退婚那件事收拾了我好一顿，然后把我送去国外研学了大半年，现在才肯放我回来。那个女人后来生了个金发碧眼的孩子，眼见瞒不住我了，才和我说了实情。是他喝醉了就被人捡尸了，酒醒后随便找个人就想着糊弄过去。所以顾承远一边说着，一边打量着我的反应。宁宁，你和我哥是承远，其实我喜欢你哥很久了。
我有一瞬间想冲进他的怀里大哭一通，想告诉他实情，想和他哭诉这段日子我难过的想死。那你们在一起了，他对你好吗？顾成远越是这样温柔的模样，越让我心痛的无以复加。你凭什么这么捉弄人呢？老天爷！我宁愿顾成远真的背叛我了，我宁愿我是真的因为喜欢顾承泽才和他在一起，都好过如今的让我心如刀绞的局面。顾成远看我默默流泪的模样，登时起了疑心。你在骗我是吧，宁宁？我哥明明对你那么不好，你怎么可能喜欢他呢？顾成远说着，便想将我揽在怀中。我也贪图着一时的温暖，没有将他推开。砰的一声，顾承泽推开门走了进来。成远，老爷子找了你半天，竟不知道你在这抱着你哥哥的女朋友腻歪。他算你哪门子女朋友？你不是和林小姐正打得火热，不日就要举行订婚仪式了吗？楚宁她是我的未婚妻。成远，你看看他现在手上戴的，身上穿的，哪件是你一个穷医生能买得起的？我霎时懂了顾承泽让我将这些珠宝首饰带回来的目的，哪里是想给我妈看，他是想让顾成远对我彻底死心。我能给楚宁他妈稳固的地位，能给楚宁一份光鲜的工作，你能给他什么？成远，所以你知道他的选择了吗？顾成远抬头定定地望着我。楚宁，你告诉我，事情不是我哥说的那样，只要你说，我就信。我酸涩的无法开口，只慢慢地挽住顾承泽的臂弯。我眼睁睁地看着顾成远眼里的光熄灭，而后转身离开。我看错人了，楚宁，原来你和你妈是一类人。恨我吧，顾成远。只有鲜明强烈的恨意，才能让我感受到我是在活着。吃过了年夜饭，我便逃也似的离开了顾家老宅，回到了自己的出租屋。只有在这里，我好像才能卸下伪装的盔甲，充电。我看着顾成远新年卡点给我发的烟花照片，顿了顿，将照片保存发到朋友圈，配文：希望今年我和我爱的人都能得偿所愿。忽然一阵门铃声将我吓了一跳，发现是顾承泽站在门外，都不请我进来坐坐。见我不说话，顾承泽兀自走了进来，仿若自己加班，随意轻松。这就受不了了，楚宁自己跑回来哭鼻子。我心知顾承泽的脾气，越理他反倒越来劲。我只在一旁看着客厅茶几下压着的一张前不久随手做的一张红枫叶标本。这你哪来的？顾承泽显然注意到了，我小时候的一个哥哥送给我的，他是那时候第一个见到我后腰伤疤，没有嘲笑我厌弃我的人。他还跟我说那丑陋的疤痕像蝴蝶一样。后来我发现这个人就是程远。我状似一副将爱意深埋心底的委屈模样，可这一切现在都被你毁了，所以我们就不死不休吧，顾承泽。我主动地吻上他的唇，顾承泽显然对我的主动非常受用，他掌握主动权，加深了这个吻。我们唇齿间的气息逐渐燥热起来，慢慢他压着我躺到了沙发上。随着他逐渐加快的动作，我能感受到有什么东西在慢慢消失。对不起了，宝宝，下辈子投胎记得找个好人家。随着逐渐清晰的痛感，我眼前的视线渐渐变得模糊。终于顾承泽像是察觉到了不对，急忙向下看去，只见殷殷的鲜血不止地从交合处流出。楚宁，楚宁！我看着顾承泽慌乱的神情，只觉得身心异常舒畅，这就受不了了，顾承泽！我强顶着极大的晕眩感和身体传来的剧痛，也要出言嘲讽他。楚宁，你是故意的！再次醒来时，我看左手边滴答滴答落下的吊瓶，可能是心理原因，
我清晰地感受到身体某一处有一阵空落落的感觉。为什么呀，楚宁？你就这么急着报复我？顾承泽通红着眼眶拉住我的手。不然呢，顾承泽，让你知道以后再把我强硬地拉到医院打掉，还是你能允许他出生？别忘了，是你叫我别想着母凭子贵的。他深吸一口气，嘴唇微微颤抖，内心似乎在经历一场剧烈的挣扎。你就这么恨我吗？你这么聪明，我不信你看不出我喜欢你啊，楚宁。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一霎时笑出来声。你在开什么玩笑？顾承泽硬生生拆散我和顾承远是因为爱我，把我妈逼进医院用来要挟我是因为爱我，从小霸凌让所有人对我避而远之是因为爱我。我每说一字都好似亲手翻起我陈年的伤疤，只为从我的皮肉之下铸出一把利刃，再刺进顾承泽的胸膛。我小时候就在想，明明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明明是那样光鲜潇洒的一个人，为什么和顾承远有那么大的差别呢？为什么我明明什么都没有做错，就要惩罚我呢？顾承泽，如果我的人生是一件华美的袍子，那里面一定爬满了虱子，里面的第一只一定是由你带来的。顾承泽怔怔地凝视着我，不知名的情绪在眼底涌动，似岩浆般热切，似乎下一秒就要失控。我本不想这样的，楚宁，我真的没想搞砸的。我清晰地看着他顾承泽深邃的眸底，隐藏着难以觉察的情愫，透着悔意，透着真诚，还夹杂着这难以言说的爱恋。可对上我戏谑的视线，他眸光猛地一顿，转而化为点点悲戚。你一定很爱程远吧，楚宁？你桌子上那片枫叶标本，其实是我送给你的，是不是在你刚进顾家的时候，我早顾程远一点认出你，咱们间的故事是不是就不一样了？我轻轻抬手抚上了顾承泽的手背，在他眼底难掩的喜悦中，我一字一句地开口：我们都常扮演法官，并且判他人有罪，认为自己无罪，所以人们相信别人都是单纯的坏人，自己则是复杂的好人。但无论时光倒转几次，都掩盖不了你其实是个无能的男人。我从小时候就在想，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恶的人？明明有错的是你父亲这个管不住的下半身，为什么偏偏让我承受你全部的怒意？所以你只是一个自诩正义却无法剑指真正罪魁祸首的胆小鬼。纵使你用一生来画我，我也不会看你一眼。在见到顾承泽是在半月以后，半夜他坐在我家门口不住地敲门，我担心惹得周围邻居不快，只好将他开门迎了进屋。宁宁，顾承泽显然一副喝大了的模样，一进屋就抱着我向我吻了下来。我和程远道过歉了，我也和他解释过了，我说你其实不是拜金的女人，那一切都是我逼迫你的。我知道我不应该抢了我弟弟的女朋友，但是我是真的喜欢你。我就问程远，我能不能允许我追求你？顾承泽一边嘟囔着，一边在我肩颈啃咬着，将我往屋里床上带去。我没有强硬的反抗他，倒是慢慢接受，甚至回应他。顾承泽好似被肯定般激动起来。程远，程远。与顾承泽耳鬓厮磨间，我唤出了顾承远的名字。顾承泽一瞬间仿佛被抽干了力气，定在原处，抬手将床上的抱枕摔到地上，蹲在墙边胡乱抓着头发。楚宁，你比我狠多了。顾承泽抬眼和我视线对上，眼里哪有半分醉意。他起身将我按回到床上，用力揉搓着我心脏的位置。我无所谓你心里装着谁，现在你都逃不开我的身边。既然你最爱的人不是我，那我就做让你最恨的人，你知道吗？顾承泽，
我从小就缺爱，谁对我好我就依赖谁。我淡淡地直视着顾承泽的眼睛，是因为那时候你对我太坏了，所以顾承远稍微对我的一点点善意，都是我黑暗中的阳光。久而久之，我们慢慢靠近，我逐渐发觉我喜欢上他，喜欢到亲眼目睹我妈失败婚姻的我，也愿意试着和他共度一生。别说了，楚宁。顾承泽痛苦地蹙眉，想要捂住我的嘴。所以说，顾承泽，我能和顾承远走在一起，还有不少是你的功劳。如果不是你对我的伤害激起了顾承远保护弱小的爱心，可能过去我连单相思的机会都没有。顾承远他对我很好，没有结婚前他甚至都不舍得动我，所以我们就在这张床上亲吻爱抚。他从来都不会像你一样，只会给我带来伤害。顾承泽一滴晶莹的泪滑落在我脸上，他额头抵着我的额头，颤声说道：我会对你好的，楚宁，我会对你好。你所谓的对我好，就是全然不告诉我你已经和林家小姐订婚了吗？你所谓的对我好，就是让我做我们两人都最唾弃的仨吗？顾承泽下定某种决心般起身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你相信我，我会处理好一切。我对顾承泽说的有9分真话，唯一的1分错在，其实最初没有那么爱顾承远。在那时，我与其说寻求一份爱，倒不如说寻求一份保护，寻求一份遮风挡雨的避风港。所以那时谁对我好我就爱谁，可以是顾承远，可以是顾承泽，也可以是任何人。我没有等来顾承泽所谓的处理，就发生了意外。不知道谁将我和顾承泽一起出入各个场所的图片发到了网上，照片清晰度极高，角度也被人掐算好了般暧昧不清。人天生就是好奇心泛滥的动物，所以即使我只是一个平白无故的普通人，林家和顾家也并非泼天富贵的名门望族，也抵挡不住他们对我比猪讨伐的架势。网络上的人们通常键盘在手边无敌枪炮，屏幕扭曲，映踏着指手画脚，人们嘴里瓜子饱满，留言在口上颠簸，嘎嘣一声，不知道嚼烂了谁的一生。他们扒出来我出租屋的住处，日日在门口守着，渴望再扒出什么血雨腥风的故事。邻里街坊也听说了风言风语，一传十，十传百，甚至扒出了我妈那些罗乱的过往。我被堵在出租屋，无处可逃。一天夜里，顾承泽找了过来，开车将我接回了顾家。他和我解释道，这次是林家做的，因为我刚刚和他提了退婚。我倒是不在意这里的故事，我妈怎么样？这几天网络污秽言语的抨击和路人邻里指指点点的视线都让我如此难挨。我实在想不出，我妈知道我和顾承泽的破烂事，又被人挖出来自己过往的双层打击，能不能撑得住？梅姨一开始不太好，但好在最近老爷子一直在家里陪她，现在梅姨情绪已经比较稳定了。谢谢你，顾承泽。我知道顾老爷子能在家独守我妈一人，是顾承泽压迫的手笔，不然那样一个风流成性的人，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守着一个枯黄的老女人？这一切都因我而起，你不必对我道谢，是我对不起你。这段日子，顾承泽好像变了很多，眼底时时流露着的温情，竟让我有些招架不住。我在伦敦有处房产，你先到那边住一阵，玩一圈，等风头一过，我就接你回来。到时候我知道顾承泽接下来想再要说什么，所以急忙打断他，等见到我妈再说吧。我自然是要走的，但不会是伦敦。我妈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我要带她一起离开的想法。现在老顾刚因为这事又在我身上下了心，
我怎么能现在离开？我妈总是以为顾老爷子对她是不同的事，非她不可的。妈，你确定你想好了吗？我从未和她说过我的计划。她和顾承泽一样认为我只是想出门散散心、避避风头，却不知道我早早便筹谋了这件事，只是缺少一个时机去实施。如今时机到了。傍晚，顾承泽又来到了我在顾家老宅的保姆房。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把我揽坐在腿上，将头埋在我的颈窝。宁宁，我总有点心慌。我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妈那边，我再一次插过了顾承泽的话头。你放心，只要我还在国内，老爷子就能听我的。拜托你帮我照顾他了，顾承泽。我妈是我在这座城市的唯一念想，如今尽我所能的为她后半生谋好了出路，我也算做到了女儿应尽的义务。顾承泽将我送到了机场门口，没有下车。我们都知道，再被人拍到，恐怕又要流言四起。我和他道过别，正准备下车的时候，顾承泽一把拉住了我的手。他将唇贴在我手背，细细地亲吻着。我爱你，楚宁。我对我过去对你所造成的伤害道歉，所以我尊重你所有的选择，只要你开心就好。顾承泽拽过我，深深地吻了下去。不到半晌，他便颤抖着将我推开，抓紧走吧。偏头不再敢看我，侧着身子看向窗外，示意我抓紧登机。在我踏上去往挪威的飞机时，才突然想明白顾承泽的话。原来他早就知道我不会如他安排般去往伦敦，但是他还是放我走了。我在挪威找了家民宿住下，老板娘是个热络的中年女人，养了一只胖胖的橘猫，趴在门口冲着每个行人懒懒地摇尾巴。通过交流知道我是中国人，又热情地同我介绍，前不久有个中国的年轻人刚刚在这里入住。话音刚落，就惊喜地指向门口，示意我就是他，就是那个中国的年轻人。我转身看到顾承远正蹲在门口，大橘猫在他的抚摸下舒服地露出柔软的肚皮，发出舒舒服服的吭叽声。我转身便和顾承远对上了视线。顾承远温柔地笑了起来，示意我去楼上的天台。你什么时候来这边的？那些事情刚出来的时候，我就想去看看你，被我哥拦住了。他让我不要节外生枝，以免再生出什么让你受到伤害的事。然后又话里话外暗示我会把你送出国散散心，所以我就提早到这边来踩点了。身后的夕阳映在顾承远的侧脸上，一时竟与我们过往的画面重合。顾承远其实被顾老爷子保护得很好，他从未如顾承泽般早早踏入名利场里勾心斗角，自始至终他都在追寻着自己的一生梦想，所以他一直是澄澈无瑕的。可是倒让我这样阴暗的人在他身边无地自容。那你是怎么？我刚想发问他是怎么想到我会来挪威的，忽地想起我们刚考上大学的时候，顾承远嬉笑着问我，以后我们两人蜜月旅行想去哪里？我笑着垂在他肩膀，嗔责他打趣我。但是我看着远边的太阳，思考了良久，才认真道：我想去挪威，想去看层层的雪山峡湾和耀眼极光。我没有一直告诉他，那时他看我时眼底闪着的光比这里美上万分。结束，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订婚宴上，未婚夫被一个漂亮富婆拐走了，他红着眼圈对我说：对不起，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我爱的是他。我对他死缠烂打，不肯放手，直到他不堪困扰报了警，我终于放了心。笑死，他还真以为是那个女人很有钱，我才是真正的富婆。我是个妇产科医生，
和赵清平是相亲认识的。作为大龄剩女，每次相亲都是以失败告终。不是我挑剔，只怪相亲男太奇葩。赵清平就像其中的一股清流，温文尔雅，体型端正，而且我们算是半个同行，都是学医出身。赵清平是销售医疗器械的，相识半年后，他向我求婚了。我利用私人关系，帮他在几家大型私立医院牵线搭桥，他签下不少大单。他说，为了感谢我，订婚那天要送我一个大惊喜。可没想到，这个惊喜真是又大又惊又喜。订婚宴上，我一袭礼服惊艳了到场的亲友团。这是我第一次盛装打扮，以前在学校时专业课程太紧，没时间打扮，上班之后更是忙得飞起，各种考试简直要命。几个好友把我围在中间，疯狂给我拍照。祝天心，我要是男的肯定要抢婚了。天心，你美的已经让我乱了性取向啊！我要为天心扛大旗。我笑颜如花，今天真是个开心的好日子。好了，你们几个太夸张了。一会儿赵清平到了，你们都给我收敛点。我扭头看了眼宴会大厅，宾客差不多都落座了，订婚宴马上要开始了。可是赵清平还没到场，是路上堵车了，还是为了给我准备惊喜耽误时间了？我爸妈坐不住了，悄悄凑到我身边，让我赶紧问问。我看眼时间，也有点急了，可我打了几次电话，赵清平都没有接听。我是真急了，拖着礼服去找门口迎客的赵父赵母。欣欣啊，你别急，我刚才已经给清平打过电话了，他说给你准备惊喜，耽搁些时间，马上就到。我这次放了心，可是他能接听他妈妈的电话，为什么不能接我电话？我没时间细想。司仪喊我入场准备，进去时，我隐约听到赵母喊了一句：“你胡闹什么？”订婚宴正式开始，按照彩排流程，我和赵清平分别从舞台两边入场。我拖着裙摆走上台阶，心情却没了一开始的雀跃。我刚走上2个台阶，就听到那边有骚动，我好像听到赵清平的声音。我紧走几步，一下被眼前的情景震惊到了。赵清平身旁站了一个陌生女人，很美，她气质绝佳，穿着一套不暴露又很显性感的连衣裙，脖子上的钻石项链很耀眼。她美到让人觉得女人的年龄算不了什么，美到连我都挪不开眼睛。让我更诧异的是，赵清平竟紧紧挽着女人的胳膊。见我走过去，几个人神色各异。赵父赵母一脸歉意，说一定会给我一个交代。赵母急得眼圈都红了，像天心条件这么好的女人，你去哪里找？你可别犯糊涂啊！赵父更是当着我的面甩了赵清平一巴掌。我最后问你一次，这个婚你到底定不定？赵清平的右脸迅速红肿起来，他一脸坚定地看了身旁女人一眼。定，但这个婚我要和秋红定。我大步向前，一把拽住赵清平的领带，他不得不向我垂下头。赵清平，你什么意思？故意耍我，让我难堪？我不知道我们的感情哪里出了问题。明明昨天我们还在畅想未来的美好。赵清平没了往日的优雅和风度，倒是变得很有底气，傍上富婆了就是不一样。对不起，我不能违背自己的心意，我爱的是他。我挑眉，你昨天还在说爱我，今天就爱上他了？赵清平，你的爱比我的月经走得都快，怎么，你的爱和他的人一样，也快绝经了吗？女人脸色未变，倒是赵清平先急了。祝天心，你的嘴巴比你的人还要脏，我劝你现在就带着你的家人赶紧离开，我不想把事做绝。
也算给你留了脸面。在他说这话之前，我已经让好友先去安抚我的亲友团。我不想在这吉利的日子里双方打起来。赵父赵母听到他这么说，老脸挂不住，当即要和他断绝关系。女人微微收敛高扬的头，从手包里翻出一张黑色的银行卡。爸妈，我和清平是真爱，而且我已经怀了他的孩子。这卡里有1000万，算是我孝敬二老的。等我和清平结了婚，我的公司也会由清平全权打理。日后我就全职在家带你们的宝贝大孙子，好不好？从这一刻起，赵父赵母看向他的眼神就慈眉善目多了。赵母看向我的目光里带着一丝责怪，好像倒是我不懂事了。这2个老东西这么快就装不下去了。哇！我惊叹一声，真心为这位漂亮的富婆鼓掌。姐姐，你这么优秀，怎么就看上他了？可能就是天意吧。赵清平听到此话，脸上的得意遮都遮不住。可我比他有忧患意识，万一这个姐姐玩腻了，他再回头纠缠我怎么办？这种垃圾，得之我下，失之我幸。我一屁股坐在赵清平脚面上，听到上头传来一声闷哼。既然今天他让我见识到他的另一面，我也给他展示展示我的另一面。我一把抱住赵清平的大腿，清平，我们不要分手，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呜呜，不然你让姐姐也给我1000万吧。赵清平推开我，祝天心，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为了钱连下线都没有了。我听着这是话里有话，而且好像还不是什么好话。他出轨在先，脏水却泼我身上了。赵母在一旁接茬，祝天心，真是枉费我一心把你当儿媳妇。既然你是过错方，那就把彩礼和3金给我退回来。哦，对了，还有这几个月我儿子给你花的钱。我一听就乐了。阿姨，您是要和我算钱吗？需要我报警把警察同志找来当场算清楚吗？赵母瞪我一眼，不出声了。这几个月我送到他家的东西远远超过彩礼，他自知不占理。漂亮富婆终于看不下去了，催促赵清平快点处理好和我的关系。这种女人，你拿钱快点打发了就是。我一听就不乐意了。那你算哪种女人？小三、情妇？你要是有什么隐疾，可以来找我，毕竟治疗妇科病，我是专业的。这么半天，我终于在女人的脸上见到情绪的变化。女人甩身就要走，赵清平急了，一把拉住她，说帮她出气。祝天心，你骂谁是小三，谁是情妇？你连小三和情妇都不如，你就是一只野鸡，有钱就能上的野鸡。啪！我想都没想，一巴掌甩过去。到底是他之前伪装的太好，还是我眼瞎？你还敢打我？祝天心，这是你自找的。赵清平喊来司仪，递过一个 U 盘，把这个投到大屏上循环播放。我嗤笑一声，看他又能翻出什么新浪花。赵清平亲昵地挽住富婆胳膊，看向我，祝天心，一会儿有你哭的。我和在场的人一样，都很好奇。难道赵清平发现我隐瞒的真实身份了？不应该呀！如果他真发现了，不该是这个反应，那就是我有什么把柄落到他手里了，那更不应该啊！我怎么可能会有把柄？大屏幕上很快就滚动起来，赵清平竟然做了一个 PPT， 他竟然做了一个 PPT， 我以前怎么就没发现他的逗逼潜质呢？滚动的 PPT 只有几行硕大的文字，是声讨我的。赵清平拿起话筒，下面请大家一同鉴赏良家妇女祝女士丰富的私生活，请看第1条 VCR， 还有 VCR， 笑死！我的私生活寡淡到不能再寡淡，和丰富一点沾不上边。
我倒要看看赵清平要整什么幺蛾子。连续几页大字号文字的 PPT 之后，就进入视频片段了。画面里的这位男士是省内最大一家私立医院的董事长。看，我的前未婚妻与他举止亲密。再看，这位是本市最大私立医院的董事长，我的前未婚妻对他笑得多甜。继续看，我的未婚妻多次上过几家私立医院董事长的豪车，并多次前往他们的豪宅。我冷笑，就这些？好家伙，这些视频都是我帮他和几家医院谈合约时他偷拍的。男性董事长，他是一个没落；女性董事长，他是一个没拍。各位，细节见人品。祝天心是什么样的女人，很显而易见了。凭她一个普通的妇产科大夫，靠什么能攀上这几位董事长？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赵清平按下遥控器，暂停的视频继续播放。有人是不是想说祝天心看起来不像那种女人？呵呵，那是你们不知道她关起门来到底有多骚。此刻大屏幕播放的竟是我的私密视频。赵清平竟然把偷拍的视频公然在订婚宴上播放。我冲上前一把抢过遥控器，想要关掉视频，可赵清平先我一步，拿东西的那只手高高举起。赵清平，我警告你，立刻关掉！你这种行为是犯法的。我是真的发怒了。好在我的几位好友已经将我的亲友团带离开，但这不代表赵清平的罪孽就减轻了。真没想到，原来他从那么久之前就开始计划报复我。之前我帮赵清平谈了几笔大单子，我觉得够他在公司站稳脚跟的了。可他不知足，竟要辞职与人合伙开公司。他的能力有限，那几人无非是看中他的人脉，可他哪有什么人脉？我劝他，他表面上听了，可私下还是偷偷辞了职，结果很快就碰了壁。赵清平求我再帮他谈最后一笔单子，我拒绝了。那家医院的新任董事长刚从国外回来继承家业，我家和他家是多年的死对头。赵清平当时就撂下脸，不咸不淡地讽刺我：之前行，现在怎么就不行了呢？不过是换了一家而已，像之前那几次那样去谈就好了。我只好婉转地告诉他，之前几次靠的是我家里的关系，所以人家才卖了一个面子。但这一次，我家里真的帮不上忙。他当时怎么回复我来着？他说：你家里能有什么关系？你爸妈看起来比我爸妈还普通，明明之前那几次都特别顺利，可你连最后一次忙都不愿意帮我。赵清平那天求了我好久，他还说不会计较这几次的事情，他以后会好好待我。我当时还以为他说的是不计较我偶尔发脾气，可后来发生的事我才明白，他以为我靠的是那种手段才帮他促成的订单。他不计较的是，我用特殊手段帮助他。赵清平那天送了我一条价格不菲的连衣裙，高贵性感。他约我在一家私人餐厅见面，还要我一定穿上那条裙子。欣欣，今晚一定要化一个美美的妆哦。我脑子把所有纪念日都过了一遍，也没想出来哪个节日这么隆重。要知道，赵清平从来没送过我超过2000元的礼物。他说，礼物就要实用，华而不实的礼物不适合我们这种正经谈恋爱的情侣。我如约来到餐厅，却意外见到了另外一个人，那位刚回国接手嘉里医院的年轻董事长。上一辈的恩怨，到了我们这一代淡化多了，但不代表我们就能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何况我们之间几乎没有任何来往。我礼貌微笑，他出国多年，希望他没有认出我。我寻个理由就要离开，赵清平却拦住我：你难道还能比秦总忙？
你的事我帮你去处理，今晚你就在这里好好陪秦总。”赵清平冲我使个颜色就走了，留下我和秦总大眼瞪小眼。我大晚上穿成这样谈订单，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我是有备而来的。我心里的怒火蹭蹭往上窜，我觉得我要重新审视我和赵清平的关系了。这顿高档晚宴自然是白请了。回去之后，赵清平冲我发了好大一通火，这关系到他在新公司的话语权，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我第一次和他吵架，质问他拿我当什么人了。他没了往日的理智，言语里对我极尽侮辱。他还逼我必须帮他把这个单子谈成，否则就公开我的私密视频。我这才知道，他还把我们亲密的画面偷偷录下来。他不止欺骗我的感情，还敢用视频威胁我。我本来责令他立马删除视频，然后分手，可他再次蹬鼻子上脸，要我帮他再拿下几笔订单，才肯放过我。祝天心，我可从来都不是什么好人，可你不一样。要是我把这些视频发给你的领导、你的同事、你的爸妈、你的亲朋好友，你说他们会怎么看你？再说那几个糟老头，你都能放下身段哄他们签下订单。这个秦总年轻有为，你有什么不愿意的？放心，我不会嫌弃你的，我们的婚约可以继续。那晚我们吵完架，不欢而散。我万万没想到，他竟真的把视频发给了我科室里的同事。虽然视频是经过处理的，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视频里的就是我。赵清平的信息很快发进来，他先是发了个呵呵的表情，然后问我考虑的怎么样了。到这一刻，我才发现赵清平真实的嘴脸竟是这么恶心。我平时低调，性格柔和，可不代表我就是软柿子。我祝天心也不是什么大善人，我假意答应他，可从我手里拿走的，他都得给我吐出来，而他对我的伤害都得加倍偿还，所以才有了今天订婚宴上的这一幕。大屏幕上滚动的视频被赵清平领来的富婆给关了，他摔了遥控器。赵清平，没想到你是这种人。赵清平反应极快，扑通跪在女人脚下。秋红，你听我说。他竟然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说那些视频都是我偷拍的，他只是无意间在我手机里发现的，而我还恬不知耻地把这些视频分享给了跟我乱搞的几个老男人，只为助兴。我再也忍不住，赏了他一个大耳光。可赵清平却歪着嘴乐出了声：“祝天心，你装什么清高啊？你看，你的那几个老姘头可都亲自来给你助阵了。”我转头看向他指的方向，几人朝这边走来。姓赵的，你他娘的乱放什么狗屁！哎呦，几位董事长凑在一起可真不容易，还是祝天心有本事，让你们这几个竞争对手之间这么和谐。我拦住就要动手的大伯，赵清平不配他这种身份的人动手。赵清平，你够了！我早就和你说过，那几笔订单我是靠着父母的关系帮你签成的。他嗤笑一声，谁信？赵清平，你真够蠢的！你猜我为什么也姓祝？这位是我亲大伯。他不敢置信，瞪大眼睛。你说你家条件普通，怎么可能是祝总的亲侄女？可相比之下，我家的条件是很普通啊。我顺便把我的舅舅、姨妈、姑妈也都给他介绍了。赵清平，这回你总该清楚我到底靠什么手段了吧？他只是愣了几秒，马上换了态度给我道歉。误会，都是误会。欣欣，我就是太爱你了才会这样，你原谅我，我们还像从来那样，好不好？还等我开口。他身边的富婆不乐意了。赵清平，你什么意思？有钱和愿意给你花钱可是两回事。
我舍得给你1000万当零花钱，你觉得他能做到吗？我把头摇得像拨浪鼓，眼神坚定。赵清平还是有些失望的，可我不能给他钱，但是事业能给他的帮助是富婆比不了的。他在犹豫，富婆生气地走了，走时还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赵清平立马凑到我身前，欣欣，我们之间真的不能挽回了吗？我真的很爱你。我推开他，绝无可能。他骂了一句给脸不要脸，转头就追富婆去了。我第一次谈恋爱就弄得这样丢脸，家里的长辈安慰我，天心啊，那几笔订单我们宁可违约赔钱，也不会让那个姓赵的占到1分钱便宜。我摇摇头，各位长辈放心，不需要你们出手，我也有对付他的办法。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找到了赵清平的原公司，我偷偷递上一份资料，以赵清平的名义。他自从靠着我取得不小的成绩，在公司得意忘形，得罪了不少人，矛盾爆发。赵清平还和他们吵了一架，他还跟我分享他是如何以一人之力舌战那几个同事的，还把那几个同事私下里收过哪家回扣的事跟我说了。我当时还奇怪他是怎么知道那么清楚的。赵清平说这种事在公司见怪不怪了，就看公司想不想追究。双赢的情况下，只要不太过分，公司也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还问他有没有违背过原则，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他这么正直的人岂会做那种事。我之前眼瞎，没有识破他的伪装，可现在回头想，他连更恶劣的事情都做得出来，在公司里又怎会老老实实？很快，赵清平的电话就打过来了。祝天心，我知道是你用我名义举报了我的前同事们，他们又反过来向原公司举报我。不过你白忙一场了，没有证据，原公司也没办法追回我的奖金。他笑得得意，以为我的目的是让他退回奖金。我也笑了，我要的是让他再也回不去原公司，而且我还要让他在业内混不下去。赵清平和我提过，如果在新公司干不下去，他还会回到原来的公司，因为他之前突出的业绩，回去很容易。可这次他不但回不去了，以后在业内也难找到工作。不过赵清平现在还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现在还为傍上富婆而窃喜，只是很快他就不会这么想了。当晚，我手机收到一条信息，计划继续。我只回了一个字：可。赵清平一家住进了富婆的豪宅，赵母亲自伺候怀孕的富婆。自从订婚宴之后，我就和公司请了长假，反正公司是自家的，假条随便我填。我奢侈了一回，包下5星级酒店的顶层大套房，大多时候都窝在舒服的被窝里看手机，手机里的画面正是富婆的豪宅。我看到赵清平又一次被富婆赶出房间。秋红，怀个孕而已，不用这么谨慎吧？我们都多久没亲热了？一声滚后，赵清平下了楼。赵母以为他们吵架，就劝儿子不要惹他的秋红儿媳生气，看在钱的份上，有什么不能忍的？妈，我是个正常男人，自从那次喝醉之后，他就怀上了，我就再也没碰过他了。赵母瞧了眼楼上，小声道：瞧你那个死心眼的样，家里吃不到，不会去外面吃。可是秋红要是知道了，放心，有妈给你打掩护，妈还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儿子受委屈。不过外面怕是不干净，不如你去找祝天心，万一他对你余情未了，说不定还能给你介绍几个大单子呢。我啧啧几声，幸好及时止损了。赵清平还真的找了我好几次，我都没理他。我们之间还会有交集，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很快，时机就来了。赵母连着跑了好几个中介，终于看上了一个高档小区的大复式。赵母的积蓄加上老房子卖掉的钱，还是不够付定金的，超出预算。她有点犹豫，直到中介销售直接爽快地给出诚意，佣金降低1个百分点。赵母心动了。回去之后，她立马找儿子商量，让他和富婆儿媳吹吹枕边风，再出点钱，先付了定金。可赵清平连富婆的身都进不了，更别提吹枕边风了。妈，邱洪刚给你1000万，您就让我再管他要钱，他还没和我领证呢。可那套房妈真的喜欢，而且佣金降了1个百分点呢。定金先付了，到时用那1000万把尾款结了。等秋红收到银行卡划转信息时，就算想反悔也晚了。赵清平脸色不耐：“妈，您为什么非要着急动这钱啊？您怎么就不能等到孩子生下来之后？傻儿子，这钱在卡里就永远不是你的，花了才算。妈也是为你打算，怕这中间生了什么变故，到时钱就打了水漂。”赵清平不出声，默认了他妈妈的话。妈，那天在订婚宴，秋红说赠予您1000万的视频，我都拷贝下来了。买房就不用通知他了，不过差的那部分钱还得咱们自己想办法。母子2人商量过后，决定先和亲朋借一部分钱，然后赵清平再去中介办信用贷款，凑够定金。赵母立马把购房协议签了，就等着办手续时把尾款一次性付清了。我在酒店的大床上笑出声，这2个蠢货还真上道，替我省了不少麻烦。我在当天晚上就信息轰炸了赵清平，每一条信息都表达了我对他的思念之情。赵清平很享受我对他的余情未了。他提出可以让我转做他的地下情人，我差点哕出来。这狗东西，我一直吊着他，让他给我承诺。可赵清平精明得很，只是言语哄骗，从没有实际动作。就连我约他来到我住的酒店，他迟疑过后还是没敢下手。我不满足于每次偷偷与他会面，开始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堵截他，把由爱转恨发挥得淋漓尽致。我站在富婆的豪宅门口，举起新买的大喇叭：“清平，我真的不能没有你。分开的这些天，我才发现我是如此爱你。清平，我们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求求你快回到我身边吧。”终于，赵清平不堪困扰，将我赶走。可我早有准备，跪坐他脚面上，死死抱住他大腿。清平，没有你我真的活不下去，你若是不答应我，我就死给你看。我哭得声泪俱下。富婆站在窗前怒视着我们，她只得狠狠推开我。祝天心，我们之间绝不可能，你再这样我就报警了。当晚，她就接到警察的电话，因为我正站在闹市区大楼的楼顶，而我丢在一旁的没有锁屏密码的手机里，只有一个联系人的电话，就是赵清平的。赵清平赶到现场，差点气晕了。警察同志，你们别信他，他不会真跳的。被救下的已经情绪稳定的我再次想要挣脱跳下去。老公，我都原谅你出轨了，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狠心？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不如一死了之。最后，我和赵清平一同被带下去，他的眼神恨不得吃了我。我冲他甜甜一笑：“清平，你确定不回到我身边吗？我可不保证后面还会做出什么事来。”终于，赵清平受不了了，报了警。他对我的厌恶不言而喻，我放了心。我很怕这个垃圾渣男有一日再来吃我这个回头草，毕竟我是真的很有钱。没过几天，豪宅里就爆发了第一次矛盾。赵母指着怀孕的富婆，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
我把你当亲生女儿，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说好孝敬我的钱，你竟然被地里给转走了。原来赵母在付尾款的时候，发现卡里没钱了，尾款付不成，那之前付的定金就得打水漂，那可是赵母一辈子的积蓄，她当然接受不了。况且那里面还有一部分钱是赵清平在中介借的短期贷款，如果不能按时归还，那罚息高到离谱。赵母急的声音都哑了：你给我的东西，那就是我的东西，你凭什么说转走就转走？我限你今天下午之前必须给一分不差的赚回来。富婆不以为意的一边啃苹果，一边给赵清平打电话，让他快点滚回来。赵清平马不停蹄地滚回来，他一进屋，赵母就告了状。富婆的眼泪也掉下来了，谁知道你妈这么快就要一次性花光这1000万呢？赵清平两头劝，两头不讨好，最后也没吵出个所以然。富婆只说待公司资金周转开了再把钱转回来，可赵母等不了啊，她逼着赵清平去要钱，这一闹，钱没要回来，还把富婆肚子里的孩子给闹没了。富婆直接去医院把孩子打掉了，还要把赵清平一家赶出豪宅。赵清平当然舍不得即将到手的荣华富贵，赵母更是舍不得已经付出去的定金。他们一家3口跪在富婆面前苦苦哀求。我在监控这头看得津津有味，看够了没？我该清场了。好，关掉监控，我准备一下。也该出场了。赵清平一家被赶出去后，无家可归，不但面临着定金追不回，还有大额债务即将要偿还，走投无路之下，赵清平第一时间想到了我。他白天守在我单位，晚上守在我家，守了好几天，也没等到我的人影。在他急得跳脚时，我出现了。欣欣，你救救我！你不是想让我回到你身边吗？我现在就回来，好不好？不好！我掏出手机就报了警，理由和他报警的那次一样，前任骚扰。看我态度强硬，赵清平给我跪下了。欣欣，咱妈把婚房都选好了，妈说只要你肯和我结婚，房子就写你一个人的名字。赵母也从角落里走出来，天心，妈把定金都付了，就等你去签字落户了。赵母冲赵清平使了个眼色，看样子是想随我一起回家。我拦下就要走上前的母子俩，怎么尾款付不上，定金要打水漂了，所以来我当这个接盘侠。我当场拆穿他们。赵清平，你不是说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吗？这么快就忘记了？赵清平抬手就抽自己的耳光。欣欣，都是我的错，求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再帮我一次吧。那钱就算你借给我的，我以后会还给你的。人啊，都是处在弱势时才会用往日的情分绑架对方。他当初欺骗我的感情，利用我，威胁我，害我的时候，怎么就没念往日的情分？赵清平，你拿什么还？据我所知，你中介的短期贷款很快就要到期了，而且他还不知道他即将要被新公司赶走，到时连工作都找不到。不过这都是他咎由自取的，是他掀起了害人的心思。也就是我从小的成长环境优渥，内心很强大，又有强大的家庭背景支撑，不然一个普通女孩被未婚夫当作礼物送到谈判桌上，再设计送到床上，她会是怎样的结果？一个普通女孩在订婚宴上面对未婚夫牵着另外一个女人，言语侮辱之后公然播放偷拍的私密视频，她的家人会不会指责她？她会不会做傻事？赵清平对我造成伤害了吗？肯定造成了。若不是我有来自家人和自身的底气，
早就承受不住了。他这种人渣就该受到惩罚，而且是加倍的惩罚。赵清平母子被警察警告过了，暂时不敢来骚扰我。赵母定下的那套房，通过中介低价转手了。他倒是很聪明，但也损失了一部分定金，剩余的那部分钱，除了买一套小居室，刚好够给赵清平还贷款的。可我们之间有些账没算清。订婚宴上，赵母口口声声说要我把彩礼和3金退回去。哦，对了，还有相处的几个月里，他儿子给我花的钱，我把少得可怜的彩礼和3金还回去了。还有他儿子给我花的钱，我一笔一笔算清后给赵清平转了账。本来就经济紧张的赵母，接过彩礼和3金时，别提多高兴了。祝天心，这可是你自愿还回来的，我可没有跟你算账的意思。他的意思是他没跟我算账，我也不该跟他算账。那我这番折腾又是图什么呢？我随便拎出来一个家族公司里的律师，把我给赵清平一家所有花过的钱整理成证据，然后我又报警了。赵母刚拿回去的彩礼还没焐热就吐了出来，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之前给他买过的昂贵礼物，他买房时低价转卖了，这回还要照价还回来。他只好动了本要给赵清平还贷款的钱。无家可归的他，在买一套小居室和给儿子还贷款之间，最后选择了买房。赵清平和赵母大吵一架，他骂赵母不为他考虑，赵母骂他不孝顺。难道你要让我和你爸辛苦一辈子，最后连个窝都没有？赵母一向擅长打感情牌，可是我那贷款要是还不上，就得付高额罚息。那帮债主都是什么样的人，你又不是不清楚。赵母铁定了心要买房，他让赵清平多花点利息，分期还。儿子，你赚得多，很快就能还清了。可赵清平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业绩了，只要是他去牵线的订单，没一个能成的。当初他在订婚宴上侮辱我的家人，如今他只是在各家医院碰壁而已，不过是个小小的惩戒罢了。赵清平在新公司混不下去，只好自己提出离职。他以为靠着过往的业绩，很快就能找到新工作。他甚至在外面打着和我家人很熟悉的名义，想要入职大公司。可最后的结果是，他在这个行业内根本找不到工作。不过，事情很快发生了我没意料到的转变。赵清平被即将到期的贷款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吃起了回头草。不过，不是我这科，之前的教训让他长了经验。他没直接去找富婆，而是先调查了他。很快，他就发现被我算计了。赵清平在一个夜晚绑架了我。祝天心，你可真够有本事的，把我耍得团团转。我被他绑在一张木椅上，双手交叉固定在椅背上。我按动手腕上具有双频定位的 Watch 手表，拖延时间。我被迫抬起头，直视赵清平，脸上一阵火辣的疼痛。这人渣下手太狠了！我耍你什么了？赵清平狠狠捏住我嘴角。秋红是你故意安排在身边的吧？我查过了，她根本就不是什么富婆。那豪宅、豪车都是你家的，订婚宴上的一切也都是你设计的，还有中介那边你也做了手脚，害得我家的家底都掏空了。我找不到工作也和你有关系吧？是你害得我被那帮债主追打，是你害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慌乱。赵清平，是你先欺骗我的，你当初是怎么利用我又怎么害我的，你都忘记了吗？他的手劲加重，是你先欺骗我的。你早说你家有钱，不就没后面那些事了？你家有钱有关系，
就该为我所用，可你却藏着掖着，防着我。我听笑了。我一直以来都是靠自己努力学习、努力工作，一步一步踏实地走到今天的。我可以靠家里，因为那是我的家人。可他凭什么？在救援到来之前，我不能激怒他，要稳住他。那我现在能帮你做什么？介绍一个高薪工作，还是借你钱把贷款还上？赵清平笑了，狂妄的笑。他忽地垂下头，咬住我的脖颈处。我要你的全部，你就乖乖留在这里，直到怀上我的孩子为止。我这才注意到，他眼里都是红血丝，他要疯了。我耐着性子陪着他畅想一家3口的美好未来，心里却紧张的要命。这定位应该是准确的，怎么救援的人还没赶到？赵清平最终还是发现了我的意图，还幻想着有人来救你。别想了，这里是我挖的地下室，除了我没有知道。他一把拽住我的裤腿，不如我们早点生个孩子吧。我拼命挣扎，伺机找寻周围能用上的工具。我学过泰拳，1对1的话，赵清平未必是我对手。可我现在双手被绑，受限太多。你想快活，倒是先把绳子解开啊，这样我们2个都不舒服。赵清平拽下我的裤子和鞋子，扔得远远的，然后才给我解开双手。他又来脱我的上衣，就在仅差一只袖子脱下外套时，我一手拽紧衣袖，另一手反向一绕，用上衣将赵清平牢牢锁住。这种危险时刻，我下手极狠，我按住他的头，一下又一下猛劲撞击地面，直到他晕了过去，才将他绑起来。我穿好衣物，外面也有了动静。我爬到地下室门口，打开了门，看到警察同志的那一刻，我虚脱地坐在地上，大口喘气。证据确凿，赵清平被判了刑，本来不会判那么多年的，可数罪并罚。我把之前他在公共场合播放我私密视频的证据也一并递了上去，这也算是为了让他多吃几顿公家饭，我贡献的最后一份力。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影片大家觉得是第1个故事精彩，还是第2个故事精彩呢？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